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她怀孕5个月，却被一个熟人推进了8米深的污水井里。当时是2月份的莫斯科，还下着雪，冰冷的井水将她冲进了下水道。可一夜过后，她居然活着出来了。第二天，她向警方说出了凶手的名字，而警察却拒绝受理，只因为她没有在莫斯科登记户籍。几周以后，这个凶手又开始杀人。在5年里，他用同样的手法杀死了61个人，而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局棋。那么究竟是谁在把杀人当作一场游戏呢？2002年2月28日，20岁的玛丽亚·维里切娃与未婚夫发生了争吵，被赶出家门。她是一个外地人，在莫斯科没有任何的亲人可以投奔。更糟糕的是，此时的玛丽亚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，坐在街边无助的哭泣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与玛丽亚在同一家商场里工作。这位同事安慰了玛丽亚，然后提出想请她帮个忙。原来这位同事在商场里偷了一批相机，藏了起来。在天黑以后，他想取回相机，不过东西太多，需要一个帮手。如果玛利亚与他一起去，可以得到1000卢布作为报酬。玛利亚此时不但需要钱，也非常信任这个男同事，甚至还有些好感，于是同意在天黑后一起去森林里取那批相机。当晚，他们所去的森林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比采夫斯基森林公园。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，南北长10公里，东西最宽的地方有4公里。玛利亚跟随这个男同事来到森林里的一个污水井旁边，在玛利亚的帮助下，男同事打开了井盖，然后他说东西就在井里。于是玛利亚伸头去看，这个污水井有8米深，下面的水流速很快，大约每秒5米左右。然后玛利亚说：“你认为我能爬到那里吗？”男同事走近他，靠在他身上说：“不，你会飞到那里。”然后用锤子狠狠地敲了玛利亚的头，紧接着将她扔进了污水井里。湍急的水流瞬间就把她卷入了下水道里，而她的同事盖上了盖子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离开了。玛利亚被水流冲出去很远，她在黑暗里拼命地挣扎，终于她把自己卡在了下水道里。整个水槽位于10米深的地下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她绝望地呼喊，而回应她的只有下水道里的恶臭。此时的玛利亚如果只是一个人，她一定放弃了，但是她就快做妈妈了。她紧紧地贴住湿滑的墙壁，想办法自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玛利亚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天亮了。在水槽的前方有一缕阳光照了进来，那里有个污水井的井盖竟然是半开着的。玛利亚奋力地爬了上去，瘫倒在地面上，用最后一点力气喊出了救命。碰巧附近有一位上班路过的女士听见了呼救声，将玛利亚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。最终奇迹发生了，玛利亚不但活了下来，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也保住了。在玛利亚苏醒以后，警察来到了医院，了解了整个事情经过。不过警察发现，玛利亚竟然不是莫斯科人，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另一个联邦达达斯坦。按照俄罗斯的户籍管理制度，玛利亚需要在莫斯科警局取得外来人口临时登记，才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。于是这位警察劝说玛利亚放弃做笔录，承认自己是由于失足跌落到污水井里的，否则他不但要被法律制裁，还将被遣返回达达斯坦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玛利亚最终放弃了报警，不过她成为了本案里唯一一位女性幸存者。当然，这位善良的警察是为了玛利亚好，他放过了这个可怜的女孩，但同时也放过了那个凶手。从2001年到2006年，这个凶手一共杀死了61个人。因为他行凶都比较集中在比采夫斯基森林，所以俄罗斯人称他为比采夫斯基狂人。不过他还有另一个人们更熟悉的名字——棋盘杀手。在玛利亚被袭击的2周以后，3月8日，俄罗斯的女人节夜晚，42岁的阿列克谢·费多罗夫没有按照传统给老婆买一束花，而是约了朋友在森林里喝酒。阿列克谢曾是一名工人，在一次意外事故中，他成了残疾，这导致他失去了工作，每天以酗酒来逃避现实，体重也增加到了惊人的130公斤。他很快就在森林里喝醉了，倒在了地上。可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叫醒他，反而托起他肥胖的身体扔进了附近的污水井里。当天夜晚，阿列克谢的家人拿着照片四处寻找他，可惜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距离比采夫斯基森林大概5公里的地方就是莫斯科河，河岸上有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，叫做库里亚沃污水处理厂。这里的工人有个恐怖的发现，他们的沉沙池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尸体，而这些尸体都是顺着莫斯科地下污水系统冲来的。看起来这些人的死因可能是因为溺水或者身体失温而冻死的。污水处理厂担心自己要承担责任，所以并没有将这件事向警方报告。但是被污水带来的尸体
并没有停止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尸体也越来越多。从2001年开始，在比采夫斯基森林附近不断有人失踪，当地的居民也开始八卦这件事。因为当时的车臣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所以传言说失踪者都被抓到车臣去做奴隶劳工了。到了2005年，当地警方开始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行凶的手法都比较类似，所以怀疑附近有一个连环杀手出没，建议本地居民不要单独在森林里散步。有一天，一位老人来到了比采夫斯基，他带了2条宠物狗跑进了森林里，并不在老人身边。老人走路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年轻人，谁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热情地邀请老人一起喝一杯伏特加。老人觉得这很反常，于是拒绝了。但是年轻人非常坚持，他拉着老人就往森林深处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2条宠物狗从森林里跑了回来，他们挡在了道路上，开始低吼。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被吓跑了。老人立刻来到附近警局报案，但是警察听完了他的描述，认为这是他虚构的故事，于是礼貌地用手指着门口，请他出去。警方发现凶手几乎每个月都要作案，而且受害者也开始出现了标志性的伤口，头部有锤子砸的洞，洞里还被插入了树枝或者酒瓶。也有一些受害者并没有被扔进污水井里。警方在森林里搜索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群野狗的食物里有一块人类的下巴骨。经过法医的检查，属于36岁的奥利格·拉夫列年科。这个人在2005年11月21日失踪。发生在比采夫斯基森林里的失踪事件超过了50件，没有监控，没有目击者，甚至没有尸体。没有尸体也就没有证据，破案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就连警方也很惊讶，几十起案件统一的特征，难道是一个人做的吗？专案组发现，虽然受害者各有不同，但他们有2个特点是一致的。首先，都是喜欢酗酒的人，其次，都是乘坐地铁来到森林里的。至于凶手的身份，专案组有很多猜测，认为凶手不一定是男人，也可能是女人。不过，统一的结论认为，凶手一定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，并且他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曾犯过罪。警方检查了数百个嫌疑人，甚至包括很多具有好斗特征的精神病患者，但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。警察还在森林里设置了哨所，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凶手。森林里的凶案还在继续发生。面对如此猖狂的凶手，警方决定对比采夫斯基森林进行一次彻底搜查。由于人手不够，警方还从警校里调来了数百名在读的学员。在这次搜查过程中，一名可疑的女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。她身材高大，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，在森林里独自散步，而且她的精神非常紧张，很可能就是正在寻找的连环杀手。警方想要检查一下她的证件，于是2名便衣从身后向她靠近，并且喊道：“嘿，站住！”这名女子连头都不回，飞奔向森林的出口。便衣警察迅速开枪，击中了她的腿部。很快，警方就抓捕了这名嫌疑人，他的包里还搜出了一把锤子，这与连环杀手的作案工具正好一致。可是当警察打开他的证件时，却惊讶地发现眼前不是一名女性，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人。在详细的调查后，证明他确实不是连环杀手，于是将他释放了。那么真正的连环杀手究竟有没有被抓到呢？2006年6月13日，36岁的玛利亚·莫斯卡廖娃失踪了。她有一个好朋友叫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，最近正在找工作。玛利亚介绍他来自己工作的地方，2人成为了同事。出于感谢亚历山大邀请玛利亚去森林里散步，他还特意购买了伏特加在路上喝。不巧的是，当天玛利亚的手机坏了，于是他给儿子留了一张便条，上面写着他与亚历山大去散步了，并记下了名字和电话。当晚玛利亚没有回家，她的家人拨打了亚历山大的电话，而亚历山大却说他根本没有见过玛利亚。于是玛利亚的家人报了警，并将纸条交给了警方。警察在森林的污水井里找到了玛利亚的遗体，而且她的头部还插着一根树枝，所以杀死玛利亚的凶手很可能与附近发生的其他案件是一个凶手。6月16日，警方在附近的孔科沃地铁站找到了监控视频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晚玛利亚与亚历山大一起走进了地铁站，所以亚历山大撒了谎。于是警方突袭了亚历山大的家，并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一个奇怪的国际象棋棋盘。棋盘上有64个黑黄相间的格子，每个格子上都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数字，数字一共有61个。棋盘下面是中空的，本来应该装着棋子，但是却装满了软木塞、钥匙链或者开瓶器之类的小物件。在被捕的第2天，
亚历山大向警方承认自己就是媒体上所说的比采夫斯基狂人，而那个棋盘其实代表着牢房，每多一个受害者就会在格子上贴一个数字，也就是说，在他的手上有61条命案。棋盘里装的那些小物件是他在每一起案件中收集来的纪念品。这个消息迅速引爆了媒体，于是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又有了新的称号——棋盘杀手。亚历山大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他因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让人恐惧的连环杀手呢？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出生于1974年，居住在莫斯科的赫尔松斯卡亚街上。他本来是一个谦逊又内向的乖孩子，喜欢玩国际象棋和跳棋。可是有一次，他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了下来，导致头部受伤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出现了语言障碍，无法分清诗和思的发音。因为这件事，他常常被同学取笑和羞辱。渐渐的，他竟然在拼写上也无法区分开这两个字母。看起来这只是一件小事，而实际上却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亚历山大退学了，被送入了特殊儿童学校，这使他以后无法进入大学。在16岁的时候，接受了木工培训，成为了一名装卸工人。18岁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去报名参军，而征兵办公室却将他送去了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。这是为什么？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但是亚历山大却在这一年杀了第一个人，受害者是他在学校里唯一的朋友。1992年7月27日，亚历山大邀请他的同学米哈伊尔·奥迪丘克在森林里散步。他刚刚经历了在征兵办公室里被羞辱的事，他向好友说，希望用杀人来证明自己。米哈伊尔表示赞同好友的说法，并愿意帮助他。随后，亚历山大让米哈伊尔写张字条，内容是同意自愿消失。米哈伊尔认为这只是个笑话，于是他写了纸条，还交给了亚历山大。而亚历山大却真的袭击了米哈伊尔，用绳子勒死了他。然后他将米哈伊尔丢进了森林里的污水井中，尸体被冲进了下水道，并且从未被发现。亚历山大得到了一个结论，这种处理尸体的方法是最安全的。因为米哈伊尔留下了自愿消失的字条，所以警方没有进行更多的调查，认为米哈伊尔可能是自己离开了。从苏联到俄罗斯，最著名的连环杀手就是安德烈·切卡蒂洛，他的受害者人数超过了50人，被称为红色开膛手。对他的最终审判正好发生在1992年。此时的亚历山大也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犯罪，他似乎在安德烈·切卡蒂洛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他要超越红色开膛手，为此他需要精心的准备。于是他开始训练自己，锻炼肌肉。在9年以后，他准备好了，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棋局比赛。亚历山大选择的目标通常都是熟人，因为他承认杀死熟人获得的快乐是加倍的。而且在他动手前，他会尽可能的询问受害者他们的梦想和人生计划是什么，因为亚历山大知道这些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。2001年5月17日，亚历山大的宠物狗死了，被埋在了比采夫斯基的森林里。亚历山大因此非常伤心，他想让老朋友叶夫根尼·普罗宁陪他去森林里喝酒散心，纪念他的西班牙猎犬。叶夫根尼同意了，两人在森林里喝酒聊天，一直持续到深夜。趁叶夫根尼站立不稳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将他推进了污水井里，然后盖上了井盖。叶夫根尼从此就消失了。当天，亚历山大回到了家，找出了国际象棋的棋盘，在上面贴了2个数字1和2，并将当天的酒瓶盖放进了棋盘里。他的目标就是将整个棋盘贴满被害人的数字。起初，亚历山大并没有准备什么武器，他尽量的让被害人发生溺水或者冻死在污水井里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样做并不可靠，于是亚历山大在同事那里买了件稀有物品，一支手枪笔。他决定找一个人来测试一下威力。森林的附近住着一个流浪汉，叫日耳曼·切尔维亚科夫。他曾是一名小提琴家，因为酗酒，他失去了工作和家庭，一直在附近过着流浪汉一样的生活。不过他并不孤单，身边总有朋友陪伴着他，所以亚历山大无法在森林里对他下手。2002年8月24日凌晨，亚历山大偷偷地潜入了日耳曼的家，用手枪笔开了2枪，打死了日耳曼。随后亚历山大又使用手枪笔做了几次案，但是这件武器非常不可靠。在一次袭击中，枪走火了，打飞了自己的帽子。于是愤怒的亚历山大将手枪笔扔进了附近的河里。他决定换一种更安全可靠的武器。于是学过木工的他选择了用锤子。其实早在2002年到2003年，有3个幸存者逃过了亚历山大的魔爪，本来是有机会抓住他的。不过第一位幸存者是玛利亚·维里切瓦，她因为户籍问题没有向警方做笔录。
第二位幸存者是一个13岁的孩子，他没有父母，在孤儿院长大，没人会相信他的话，所以他也没有报警，而是选择了逃离这里。第三位幸存者是亚历山大的邻居，这是最接近抓捕亚历山大的一次机会。2003年10月15日，27岁的康斯坦丁·波利卡波夫与邻居亚历山大一起去森林里喝酒。当他们走到污水井附近时，亚历山大用锤子敲击了康斯坦丁的头部，并且他用一根树枝插在康斯坦丁的伤口里作为标记，然后将他扔进了井里，盖上了井盖。与往常一样，亚历山大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了家。但是在当天晚上，亚历山大的公寓楼下来了一辆救护车，他跑去查看，担架上躺着的竟然是康斯坦丁。亚历山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回到森林里查看水井，他做标记的树枝还在，但是康斯坦丁不在水井里。于是亚历山大意识到自己失手了，他坐在家里等待警察来抓他。几天过去了，警察并没有上门，而他的邻居康斯坦丁却康复出院了。亚历山大走到康斯坦丁面前，问他：你发生了什么？康斯坦丁说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亚历山大从邻居的眼神里感觉到他记得所有的事情，但不知为何没有说出来。在这之后，他停手了1年零7个月。2005年，他又开始继续作案。本来他是非常谨慎的，根本不会留下任何指向自己的线索。不过他还是因为自大而被警方锁定了身份。在2006年的一次围捕中，警方抓到了那个男扮女装的人。虽然警方在稍后确认了他并不是连环杀手，但是媒体却早已进行了疯狂的报道。连环杀手被抓住，只不过是个男扮女装的鸭子。这激怒了正在读报纸的亚历山大，他决定用行动来报复媒体。他连续多次作案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抓住，直到将最后一个嫌疑人，他的朋友玛利亚·莫斯卡廖娃带进了森林里。他知道玛利亚给家人留了纸条，纸条上有他的名字和电话。在拉开井盖的那一刻，玛利亚也发现了危险。亚历山大回忆说，他当时想放过玛利亚，于是他决定，如果此时玛利亚回头跑掉，他绝不去追赶她。但是玛利亚竟然没有跑，于是亚历山大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，导致他留下了重要的线索，被警方抓捕。他的犯罪生涯也到此为止，在棋盘上一共记录了61个人，不过警方可以确认身份的只有52人，其中3人谋杀未遂，也就是说他只杀了49人。在人数上没有超过红色开膛手安德烈·齐卡蒂洛。由于亚历山大在选择目标的时候通常都经过深思熟虑，有的是酒鬼、无家可归的人，有的是外地人，没有合法身份，所以很多受害者的死都被当作意外事故注销了。在案发以后，库里亚沃污水处理厂向外界公布，在这5年里，他们在沉沙池里一共发现了惊人的29具浮尸，而根据亚历山大自己说，还有一部分受害者的遗体并没有进入下水道，而是在森林里被野狗吃了。在本案的调查中，亚历山大的狂妄自大让警员们记忆犹新。当警员们带亚历山大去指认现场时，遇到了比采夫斯基森林的护林员。一位警员开玩笑地说道：看啊，森林之王来了。亚历山大立刻表达了他的不满，他说：谁？我才是真正的比采夫斯卡森林之王。当警察问他，你把行凶当作国际象棋游戏是一时兴起呢，还是出于某种需要呢？亚历山大说，这就像是一个可以翻阅的相册，里边还有纪念品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重温。不过亚历山大还说，如果他没有被抓到，他会再购买一个俄罗斯跳棋的棋盘，那个上面有100个格子。他永远不会停下来，因为在冲入森林行凶时，他可以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。法庭对他的审判持续了1年，在量刑上，法官、检察官和陪审团迟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，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为了符合欧盟的标准，暂停了执行死刑判决。但是法律上并没有彻底废除死刑，以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的罪行，在以往的其他案件中完全可以判处死刑，但是这又不符合新的政策，所以量刑无论轻重都会遭到舆论的攻击。这个案件的影响很大，所以法庭需要慎重考虑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再次表现了自己的疯狂。他在法庭上说，数百人难以决定我一个人的命运，而我一个人可以决定61个人的命运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检察官、陪审团、法官、刽子手都是我，我是唯一一个能决定谁活着谁不活着的人，我几乎是神，你们感觉不到吗？亚历山大不但对执法人员进行了嘲笑，还威胁了自己的律师。他问律师，你平时都有哪些爱好？律师说，我喜欢打网球。亚历山大说，我杀人就像你打网球。最终
法庭于2007年10月份确定了亚历山大·皮丘什金的刑期为无期徒刑，并结合强制精神治疗。同年，亚历山大被送往俄罗斯最残酷的监狱之一——北极猫头鹰监狱服刑。然而，棋盘杀手的疯狂并没有结束，在监狱的里面和外面还在延续着。莫斯科又出现了新的连环杀手，手法完全模仿亚历山大。而监狱里的亚历山大则收到了一封女士的来信，她表示自己是亚历山大的崇拜者，希望能够嫁给他。在俄罗斯的法律里，并不反对囚犯在监狱里结婚，甚至还允许同居。但是在众多受害者家属的反对下，婚礼迟迟没有举行。亚历山大在母亲的支持下，依然积极的上诉，他希望将无期徒刑改为25年监禁。他说，释放后我会回到比采夫斯基公园，我的手依然很熟悉那把锤子。棋盘杀手今年只有51岁，你觉得在有生之年他还会再出来吗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赵连强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